12月1日星期一，大家知道为什么《德贤景致》是定档于12月6日上映吗？1937年12月6日，日军攻破南京外围防线，并于12月10日发起总攻。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开始持续40多天的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史称南京大屠杀。《德贤景致》在12月6日这一天上映，不仅仅是临危受命，更因为1937年12月6日是南京外围防线告破沉痛的历史时刻，历史从未远去，抗战精神永垂不朽。截止至今日下午3点整，目前《德贤景致》预售票房破5000万了。讲一个最新看到现场，有几个营销号真的好 low， 想吃粉丝 KPI 又暗搓搓带节奏，企图给粉丝制造焦虑，真是臭不要脸的营销号。但凡真的关注过3部以上流量粉丝电影冲预售的，都应该知道，冲预售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已开场次数量，因为冲预售需要控制场均人次。德贤景致截止到现在，大部分影院只开了12月6日和12月7日2天的场次，总场次13万，其中黄金档场次总共3万场左右。12月6日场均已经11.8人次，供需比一直保持在1以上，这个场次冲到5000万已经算冷档期最快的了。接下来的场次会慢慢开出来，继续加油！粉丝预售加安利2不误，估计很快就可以破亿了。粉丝买预售不要有任何顾虑，尽全力往前冲就对了。预售代表的是主演的观众号召力，这是怎么样都不会被抹去的时机，所有预算都冲预售就对了，越多越好，都是它的实际。一部电影最终票房如何，除了大环境之外，主要取决于剧情好不好看，是否吸引人。只有印前预售成绩才能最大程度的体现主演的号召力，所以12月6号公映之前，真的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再努力呀！咱们管不了其他的，所有人不要再观望再犹豫啦，做宣传扩口碑拉人头进影院和冲预售不冲突啊！别总想着等公映之后再怎么补缺怎么填，咱得先把预售成绩冲上去，至少先破了1才能谈其他的呀。目前的增速完全没体现出我们真正的实力，后面的场次正在逐渐放出来。德贤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打起精神来，快速向前冲呀！大家有没有发现，魏无羡自己发明武器，唐三打铁做护具，圣阳徒手修复微缩模型，藏海挖地道造木做暗器，到末德贤手工发电无线广播土制炸弹等，肖战这些年也是一路手搓过来的。肖战在2025年电影《德贤景致》中颠覆性的战损浓妆造型，也是肖战妆造最浓的一次。这次德贤的造型师是陈情令，斗罗大陆合作过的陈同勋。今天德贤景致片方也放出不少切片和新预告。莫德贤从南京逃出来，在远离战场的宜昌定居，结果有一天在山上散步的时候，突然遇到了3个鬼子。当你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屋子的蟑螂了，很快鬼子就进村了。但是这一次，莫德贤不再跑了，而是和村民们开始了一场反击战。小人物的抗战史同样充满了热血和惨烈。莫德贤替妻子和孩子引开鬼子这一段，人物内心的情感戏表现得特别好。妻子听到外面的枪声，先是吓一跳，还有点怔愣，然后听到枪声渐远，听到德贤叫他们藏好了，就开始痛哭。德贤自己跑到拐角隐蔽，也是边喘着气边落下一滴泪，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有上帝视角，不知道结局会如何，大家都觉得没有生路了。或许这就是最后一面，就是天人永隔，拍得特别细腻。德贤景致预告里有一幕我印象很深刻，莫德贤在喊太爷不要跳，小心翼翼地恳求说自己会每天给他做鸭血粉丝，嘴里有就是回家了。真的是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到那个时候的底层人民到底有多绝望和害怕，但是影片更强调反抗。小日子老子跟你们拼了，我要做第一个，我会记仇，都是极度绝望后的绝地反击。蓝小龙真的很厉害，很多台词都直击人心，看得一点不憋屈，很爽。有网友说，这些年上映的战争片不少，还基本都是大制作，卡司阵容越来越强大，特效也做得越来越炫目，但打来打去，口号喊来喊去的，说实话，观众早就审美疲劳啦。但为什么一说起249，说起蓝小龙，
大家还是那么的兴奋和激动呢？是因为同样面对战争题材，它的笔触、它的视野、它站着的角度、它的切入点，以及它带给大家的感受和思考，统统都不一样呀。这里补充一点，蓝小龙经常匿名发帖，他的后3位是249，久而久之便被粉丝调侃为249。249的作品虽然写的也是战争，但照见的并不是战争本身，更不是战场上的某个集体，而是在时代背景之下被裹挟于战争中的那些人，一个个性格迥异又无比鲜活的普通人。他们当中有坚守信仰冷静理性的地下党，有骄傲执拗多智近妖的团长，有空怀理想的落魄军官，有劝我胆小的逃兵，有飞扬跋扈的黑帮老大，有魂不吝的地痞混混，有精明世故明哲保身的圆滑商人，有骄纵冲动热血激情的富家小姐，有一肚子洋墨水与时事格格不入的迂腐书生，还有战争留下来的无数的孤儿乞丐。他们是诞生于那个年代，又穿过乱世艰难活着的每一个普通人，是我们父辈身边那些熟悉的街坊亲友。他们或主动或被迫卷入战争的洪流，或黑或白，或强或弱，或爱或恨，或哭或笑，或逃避或抗命，只求能在乱世之中像个人一样堂堂正正地活着。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为蓝小龙笔下的人物发声，那就是好好活就是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着。这一回，那个想要好好活着的人，是一个拖家带口从南京逃难出来的8级钳工，他的名字叫莫德贤。莫家祖辈几世，只逃出来莫德贤和太爷，以及太爷紧紧护在怀中的莫家牌位。在乱世中，莫德贤安了新家，他此生最大的愿望，不过是一家人守在一起，春种秋收，养花弄草，让老太爷安度晚年，再把孩子一手拉扯大，日子就这样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和乱世中众多苟活着的不起眼的小人物一样，莫德贤可能并不懂得那些关于家国天下的大道理，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理想和信仰。他用勤劳的双手为自己撑起了一个小小的家，而彼时的家国天下却罩不住这样一个只想好好活着的人。这一回，蓝小龙同样不给你看那些浩浩汤汤气势恢宏的两军对垒和战场厮杀，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一个隐在山林里的安宁的小村庄，莫氏一家老小，数户村民，有鸡有鸭，还有几条狗，外加一个狼狈溃退至此的军官。原本以为日子就这样磕磕绊绊、鸡飞狗跳、幸福简单的过下去了，孰料鬼子突然进村了，见人就砍，杀了你熟悉的邻居，下一个就会是你的太爷，还有你的妻儿莫德贤。你该怎么办？你该怎样做，才能让一家人好好的活下去？胆小的掉头跑，胆大就上去拼，多么朴素的愿望啊！没人谈理想，没人说信仰，也没人喊口号，更没有刻意煽情。你看着莫德贤惊慌、崩溃、惶恐、犹豫、落泪、挣扎，最后求生的渴望终于挣脱了怕死的本能，一闭眼就冲了出去。你看着他，如同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你的肉，疼得你呀，泪流满面，痛彻心扉。抗日战争从来都是人民的战争，不仅有为了国家和人民在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不畏牺牲的部队官兵，更有千千万万个和莫德贤一样的普通老百姓为了守护家园而战，为了让家人平安地活下去而战。不说信仰，你却看到了最神圣最坚定的信仰；不谈情怀，你却感受到了最浓烈最质朴的情怀。不渲染残酷，但老莫家的遭遇让你对日军侵略者恨之入骨。不空谈希望，但你从莫德贤的眼神中看到了他对闲但寻常日子最深切的渴望。蓝小龙这一次带来的仍然是战争年代那些普通人的故事，他写的是莫德贤，也是历史洪流中我们父辈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写的是小人物，但每一个都有名有姓，是从历史篇章中昂首挺胸走过每一页的顶天立地的大人物。12月6日，一起去电影院看德贤景致吧，看249带来的不一样的故事和不一样的人物，以及同样的热血与感动。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